因果，人间因果错综复杂，就如门中有门一般，永远无法得知下一扇门究竟会通往何方。每道题目的背后，各有一道难解的因果之谜。主题如门上所述，分别是人生无法逃脱的宿命，因家族关系而来的血缘，怪病缠身的印记。问世者们正期盼着各位挑战者的到来，展现灵能，指点迷津。问世者会依据挑战者的回应给予各组0、10、20、30、40、50的极具比分。同一组的挑战者将会获得相同的分数。在场的3组挑战者需各选一道门进入解题。选择期间可以至荷官区花费3枚灵光，指定主题或限制其他组别的选择。现在开始选择。好的，欢迎这个6位挑战者来到我们的这个关卡因果。那如刚刚的解释一样，我们现在总共有3扇门，分别是血缘、影集跟宿命。所以呢，你们3个队伍呢就有5分钟的时间可以讨论说要选哪一扇门。那当然有大几率，可能你们都想要去算别人的宿命，想要去算别人的血缘。所以在这5分钟之内，你们要决定说要不要花3枚灵光去跟我们场边的荷官买说我要优先进入到可能血缘、可能影集，那先抢先赢。那如果你们彼此之间在经过这阵子的相处，发现例如可能依林老师觉得 Tiffany 老师他算血缘特别强好了，你也可以花3枚灵光去阻止他进入破坏他的计划，破坏他的计划，没错。那因为我们一次就是3枚灵光嘛，所以你们就是2个人嘛，所以你们2个就要讨论说谁出2枚，谁出1枚，或者有些人灵光特别多，出3枚。但也可以讲好说，哦，假设我出了，那之后我们假设获胜了，得到很多灵光，那出多的人可能可以得到多一点点。但是有个可能性哦，可能当初讲好的，你们可以反悔。人性真可怕，反目成仇。对，我就是希望你们反目成仇。我们现在有5分钟计时开始。好，那就不用，那现在要讨论的是，不好打架的，来看对，来看你们最不擅长的，把擅长的留给我。还有我们最不擅长对呀，的，你们看，你们先选。我这么有自信，直接跳舞成。当然啦，是不是？我们怎么样，面子要冲上来啊！哇塞，皇太后感觉是都很擅长喽。那必须老师，我觉得既然这么厉害的话，我们赌大一点，赌啊！就把灵光全给我，然后去选。看到灵光也可以哦，也可以哦，你们可以先讲好的交易，到后面我们会有交易时间，你们也可以现在达成。我先去换一下我的功夫服。不要这样，不要冲动，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哦。好，那因为我们总共要5分钟内决定，如果你们先决定好，就可以到荷官区这里登记了。我们已经决定好了，走喽。来，对，走公布答案。我们让真的假的？你们都决定好了？对啊，那你们要依序登记吗？好，你看我们在排队了。好啊，会不会前面讲好的先选了你们要的？没关系，人性又是另外一回事。人性好，那你们要依序登记吗？谢谢。我们是宿命，对不对？我们是宿命。这里品轩。其实我们故意排第2个，就是把你们的挡掉。哦 ，OK， 谢谢。老师很有兴趣。对呀。我们的是宿命。你们是宿命被选走了。哎，宿命被选走了。下次剩下。Sorry， 是记性不好，我们是选。怎么现在发生了什么插曲吗？记性不好。这个不是心机，是记性不好。我们是宿命。OK。好像节目组是有安排一些环节，是希望我们用竞争的，比如说用灵光来换得抢先门，或者用灵光来阻止谁不进门。我觉得你们真的太小看李欣老师了，大家是很会装友善的，所以其实我们是蛮 peace 的，把彼此想选的门直接分开来，就不会浪费时间这样子。好，那这边我们来确认一下，依林老师跟 Hugo 老师选择进入的是疾病门 ，Tiffany 老师跟阿国老师选择进入的是宿命门，品轩老师跟菲菲老师选择的是血缘门。心中缺口，重新拾起向往。
灵能的挑战第3关卡：因果、血缘、影集、宿命。问世时间有15分钟。如果有突发状况，桌上有一个保护按钮，同意让远距抱抱的心理师进场协助。若由问世者按下按钮，将暂停10分钟；若是由各位挑战者按下按钮，则关卡结束。现在，第3关卡因果宿命，15分钟计时开始。你好，你好，哎，是叫你小雨就可以了吗？是。那为什么时间不方便提供啊？因为我被人家吓过，不好意思。那我是。可以直接跟你们就是现场这样讲。我是小雨，然后现在有一个小朋友3岁半。我本来就是做后置类的，然后自己有在玩一些自媒体。在2012年的时候有发生，就是我做幕后，然后有点被卷入一些事情，就是有被下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一直想要去化解。然后今天来是说有没有办法，就是透过这个节目，然后可以也算是遇到贵人，老师可以提点我。我这边观看你的能量上面啊，我觉得你好像会觉得自己的人生算是过得比较辛苦一点点。然后呢，我觉得可能不只是家庭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给你太大的一个支持跟保护。我觉得在年轻可能你也有一些糊涂的时候，你也比较执着一点，就是说我想要自己可以保护自己，我想要自己扛起来，是不是？你觉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好像有。对。那你现在会不会觉得就是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压力很大，或者是说你想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可能往年做起来会觉得还算是可以给答案，可是今年你会特别的觉得，哎，我好像做这个也不太对，做那个也不太对，会反而有一点纠结，就是说好像事情不是那么的顺利，还会想的比较多的状况。今年有没有就比较这样的一点？有，没那么顺啊。那我看到的是，你是小孩子的教养问题吗？目前是吧？因为我看到你的紫微命盘是小孩子的教养问题让你很头痛。我有很正确的看到他现在目前的状况是小孩的教养问题啊，从他的紫微命盘里面可以看得到，他小孩子不好带。他现在几岁了？3岁半。3岁半。你不知道怎么去教养他，然后他一直就是没有办法跟他好好的沟通，有一点语言障碍。对，就是应该说语言迟缓，所以就是耗费了很多心力带他到处求医这样子。你要去在东方找那个医生，就是你住家的东边去找对这个小朋友会好，小孩比较有利的医生。对，我觉得你一定就觉得就是这几年啊，或者是说在背负小孩这个议题上面，可能会觉得真的是压力比较大跟沉重。而且我觉得我想先跟你说，我就看到小雨你的这个，我会觉得我想跟你说一声，就是你真的辛苦了。我们很想自己可以扛下，可是也许我们的父母没有教过我们该怎么去扛下这些责任，所以我们再一次自己面对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无助。我会给你打一个气，我觉得你很棒，就是你很努力，我看得出来你很努力。我觉得小雨你不用担心，因为我看到后面真的会变好。我觉得你需要找人跟你好好分享、倾听你这个情绪。就是妈妈的生活不能只有小孩，就是给自己一个鼓励吧，就是不要一直，就当你难过的时候，就是要尽量找个人，就是可以接住你，然后不要一直把自己贡献给小孩或者家庭，就是你要学会爱自己比较重要。对。我觉得小雨你防备心比较强，原因是因为你曾经信任过的人，我觉得你遭受到很多背叛，然后你觉得我的用心好像没有被看见，然后我觉得你小朋友，我觉得他能不能感受到你这份用心呢？我觉得他绝对可以。或许在过程之中你会觉得好像我做了这么的多，好像他没有给我一个鼓励的回馈，或者是他不懂得怎么回应你，但是我觉得你给的爱的这一份心力，他感受得到。好，对。那我觉得无论小雨他给我的分数是高还是低，我觉得
在这过程之中，我如果能给他一个支持、一个鼓励，或让他哭出来的时候，让他知道有人觉得他很努力，他值得被支持，以及就是说他的努力会被看见，他对小孩子的爱其实是无私的，小孩子会有感受啊，这是我觉得对小雨来讲，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吧，那也是我最希望给到他的。好，那你帮我抽出3张。好，任意3张都可以。对。对，小孩子的话都是你一个人在带吗？你会帮忙？娘家那边会帮忙，夫家那边比较少。跟老公沟通不是很顺利。就是因为她老公是比较闷，就是比较不爱讲话的。看到的是这样。怎么解决？我觉得应该是求神明保佑，然后是有小朋友佛缘还是什么？对，他可能要让神明当义子，对，他就会比较好带。抽观音牌的那时候的给我的体验，我觉得他没有特别分析我，就是我抽的那几张牌，然后都是讲小朋友说到最后要我的小朋友去认个主神那样子。其实长辈或家人这边其实有点避讳，因为我旁边就是照片，亲子照片，他可能就是太被外在的环境去干扰了，然后把我的陷阱当提示，那其实都是陷阱。你们有感觉到我的盘不太对吗？因为我的人生以前有一些冲击啊，就是老师可能有一点带到，但是差一点，就是还是就像以背叛这个主题来讲，对，就是有看到你就是帮了很多朋友。就有一点点像是这样，核心 Q 雷剑之类的，或者是说你真心换绝情之类的，我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我要看那个戏盘，我才能去知道更多的这样细节。但是我觉得很明显的能看到，就是说你拥有的成果，然后有跟人家有机会分享的过程，然后被端走，或者是说他可能用你本来觉得是为他好，结果他用了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你的，然后结果导致你可能觉得好吧，最后我来承担这个烂摊子，然后你来承受这一切的这个事情是有的这样子。我现在以灵性来讲啊。你真的是有被人家诅咒的这个能量里面，然后你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好像有被其他人嫉妒或者诅咒你的感觉啊，或者觉得说运势好像被挡的感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刚刚要讲的是，我觉得小孩的身上你也有一点觉得好像会来讨债，就到底他这个事情会出现在我身上，会不会从灵性方面可以解？我会建议就是可以用经文去回向给小孩来看，你可以去回溯来看你跟他牵什么关系。这个诅咒的能量对于我的身体目前的一些症状是，老师有感觉到类似？我是感觉是忧郁症，不算是，因为产后忧郁已经过了，但我觉得你这一件事情还没有化解，对，没有，还是在心上，可能就是照顾小朋友比较耗费心力，但是我认为的诅咒比较让你有焦虑的情绪，就是焦虑，然后还有很多事情无法做决定。我觉得好像是有头部之类的吧，比如说晕眩，或者是说恐慌类型的这样的症状吧。还有就是我觉得会有一种想法翻来翻去，你会回过神，会觉得我刚刚不是这样想的。然后再来是我觉得主要是真的是精神干扰比较多一点点，比如说睡眠啊，或者是说会有一些什么头痛，或者是说容易头会胀的这种感觉也会多一点，比较想要让你耗弱。这样子。对，耗弱，或者让你就是说让你一直疲于奔命，而且有些时候你可能想休息了，你也觉得有感觉了，可是你就觉得不能休息，然后会把自己逼到很忙，或者把事情排得很紧，然后而且会让你就是坐下来休息不了。就是其实我一直深受那个眩晕症的困扰，而且我的眩晕症就是比较奇怪，它发病的没有什么征兆，然后比如说面试硕士啊，或者是重要的场合要上台报告的时候，会突然它就是一阵的眩晕，然后可是那个眩晕感是360度那种晃，没有规则，而且很奇怪的是，我只要自己念经，比如说药师经啊，然后我当下的眩晕就会好很多。我觉得这也不一定是诅咒，也许是因为负面能量或是别人对他负面词汇的影响，他因此把这些话记在心中之后，就觉得自己好像被这些话语给诅咒了，所以它变成2个层面，物理可能形成一种病症，像晕眩啊，或者是偏头痛之类的症状，但是意识上其实是稍微的有被影响和干扰的。但是我先主要跟小雨讲的大方向，我觉得在明年你很多事情真的会有好转，可是今年呢下半年你可能真的会相对压力再大一些些，这样子啊，对各种就是一波
波接一波这样。对你就会觉得好像啊处理不了啦，哦那也更来啊，或者是说怎么第一个解决问题，哦就有一个新的课程，有个医生的又有新的问题会产生的状态，会有点反复。那所以我觉得你在过程中，如果精神没有处理好的话，处理这些事情也会相对对你来讲会觉得很吃力。是老师们在15分钟内可以讲到这个，就是类似运程方面的，是能力是有可以值得肯定的。可能亲子方面可能可以参考啦，但就先我觉得，可能就是真的是就是平平这样。觉得是他本身的子女缘就比较薄，而且他今年的流年运势也没有这么的好，所以跟他被下降头没有关系。那个妈妈应该要忘记这件事，因为小孩跟下降头这是两码子的事。对，因为我其实在事前就拿到我们的委托人的资料，对，所以其实我知道小雨她其实是因为以前的一些情感纠纷，所以被有下降头的经验。那她这次主要来问，其实想问自己的女儿的状况有没有受到这个下降头的影响。现在你可以根据刚刚挑战小组的内容进行评分，0分、10分、20分、30分、40分跟50分。那你可以完全自己决定你要给多少分。好，感觉第一个就是女老师会比较偏向当下发生的，类似今年的流年的感觉啦。我觉得她在看，就是而且我也有很重大提示，对，重大提示，亲子方面的。那当然亲子方面就是我会尊重那个女老师的指点啦，对，然后有帮我解决到小朋友的生理方面的目前的亲子教养的问题，但是男老师就他有讲到我疾病的重点，但是他是比较偏向精神耗弱嘛，类似内耗，然后他说解决方法是回溯，那我比较会用这个方法。那男老师比较可惜的是，就是解决方式的部分，就是回溯可能就是偏向前世回溯啊，或者是催眠，那其实是有部分危险性的。曾经可能有人催眠醒不来，然后身上就是又变得更差什么的。而且回溯这种事情啊，那种前世今生，因为你没有办法求证，重点是你没办法求证。我希望借由这个方式去让他把情绪给放下。那但是如果他没有想的话，我觉得普遍我不能说是不想面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很多事是时候到了，跟时候未到。也许他觉得此时此刻我还有很多的像我刚刚讲的，还有些物理层面的事情还要解决，心理层面的事情还要解决。那尚未被解决的过程中，你要我再花费多余的时间去疗愈这一块，那我觉得也许对他来讲不是现在此刻必须要的一个选项。对，但前面就是那个老师就是让我喷泪的时候，我有点想要求救，就是亲情牌，我觉得有一些感觉，然后也有一些讲到你的重点，但好像会渴望多一点细节。可能前面那2个要去掉，就是我觉得还蛮可惜的。你说40、50啊，40、50你就不要，很可惜，就是我有感觉到他们是可以在。是有这个能力的，对，对，就是给他们肯定是有这个能力。当然前面就是男老师的亲情喊话，让我瞬间红了眼眶的，就是戳到哭点啦，戳到哭点。当然每个人都会说妈妈辛苦了，但是他后面有讲到一些，我好像觉得自己可能要扛的很多啊什么，但我觉得好像这种就是偏安慰跟心理的话的。他的状态，我觉得前半段因为那个命理老师有适度的同理他，也有去肯定他的努力，所以其实他一度就是有哭嘛，然后就是觉得蛮感动的这样。不过小雨他事后也说，其实这跟他想象中不太一样，他可能想要获得比较多命理上的指引，然后他说好像老师在运用一些比较温暖贴心的话，但是他虽然很感动，可是那个跟他一开始想要的东西不太一样。重点应该可能是这个。好，那我们把这张牌推出去，想要给30分。好，那所以我们的 Tiffany 老师跟阿古老师的分是30分。如果有35的话，我可能可以给35。然后那个5是主要是男老师，因为我觉得女老师比较可惜的是受到外在的我的图片的干扰，没有讲到疾病。然后男老师就是他说他看到能量嘛，然后所以我觉得主要的，反正这次的主场赢分是在那个男老师。我会听不懂你讲话，所以我会没办法跟别人沟通。
所以就会感觉灵魂被卡在肉体里面。我现在看到你在念经文的状态，我是用通灵看到，有点急于求成。那这条路会是什么路？你心里面有答案？我心里就没答案才会来这里啊。你没有找回那个自信，我刚才说的。我先施礼一下，因为我不认同你讲的这句话。认真讲